我当初不顾父母的反对和他在一起，就是图他对我好。我只想和他有一个安稳的家，我对他百般信任。结果呢，他瞒着我给他2个女儿100多万，这就算了，都离了婚的前妻还给了100多万。我看他就没把我们这个家当家，既然他不顾我们这个家，我就带着儿子走了，我们两两过算了。他现在吵着带着儿子走，什么意思？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对他很好，平时他要什么我都给。那前期有难帮帮忙怎么了？我们家有这能力搭把手，毕竟是我女儿的妈妈，我做人做事不能那么无情无义。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马先生60岁，来自南京个体，有请马先生。袁女士50岁，来自南京个体，有请袁女士，有请。这在一起有多少年了？两位？20年不到一点，19多一点。哦，都19年了。当时他开了一个清吧，哦，当时条件也不错，他是我老板，我呢是主管。他觉得我人挺好，比较慈善吧，就比较和蔼的那种，对所有客人都很和蔼，同事关系也不错啊，还对我很好。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他跟我讲的时候，他是离婚的，前面有2任妻子，还有2个孩子。我家里面人觉得你这黄花闺女干嘛要嫁一个这样的人啊？就不同意我的婚姻。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问题的嘛。我是把这个事儿没当那么回事儿，但是这当中，我现在就是很后悔吧。啊，怎么后悔了呢？就在去年吧，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听到他打电话给他前妻讲什么装潢费要20万。我听得都很纳闷啊，什么装潢费20万啊？我心里面说，你也没给过我什么装潢费20万之类的话，怎么还前期还20万啊？我就是平时跟你要钱，你替我挺不错，我要个比如说5万啦、6万啦，你给，你从来也没开口过20万这么大的数字啊！这数字对我来讲，我听得很诧异啊，震惊啊！然后就问他叫我别管，他说你别管，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我很生气啊！我怎么没关系呢？我跟他有个儿子啊，19岁了，面临的就是后面要用钱啊，这钱莫名其妙就出去了，我心里面肯定纳闷啊。虽然你是老板，没错，你以前是老板。当然，这个钱嘛是给第二任的他的爸爸妈妈家的那个房子要装修，啊。你没跟我商量，你就给钱。你也没告诉我家底是多少。我要跟你商量这些事情的话，你听到让你给到以后，你会第一你会心疼的，第二你肯定会生气的。我肯定生气啊！你想想。你讲啊，懂了。这就不谈了。然后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想，你们莫名其妙给20万，那肯定之前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给过什么钱。他有个柜子，我看他有时候偷偷摸摸的拿着钥匙。藏在一个地方，我呢也是留了个心，看他藏在哪儿了。因为我这个人呢，以前是大大咧咧的，自从出了他这事儿以后，我就没留了个心眼儿，我就留心眼儿了。然后我就去翻到那个钥匙，然后又翻出来一个汇款单，80万。哇！我就很生气了，就拿着这80万又问他，我说这80万怎么回事？第二任嘛，他要那个爸爸妈妈嘛，当时在成都买房子，钱不够。他们家把那个老房子卖掉了，然后再给他80万，就180万，才能在成都买个中等的房子。再说我要2女儿也讲话了爸爸支援吧，我肯定要同意啊。你看这就莫名其妙100万就出去了，我就在蒙在鼓里的情况下，100万没了，我儿子的着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而且我平时跟他呢，有时候我讲实在话，他对我还不错。有时候孩子去补个习啊，我有时候会跟他讲，我说孩子补习需要个2万3万，他也给，只是有点会啰嗦，有时候会讲这个钱花的不值得。我本身来讲，你需要多少钱，我都会给你的，对不对？我问一句啊，您在到底做什么买卖呀？我呢就是在26岁时候一直都开酒吧。
啊，现在做什么呀？还开酒吧吗？现在酒吧2年前我把我的房子租给人家开了啊，因为呢这个我开始操作别的生意了。生意做得不错是吧？生意做得很好，但是呢花钱呢他有点不懂。这个在我的思想当中呢，就是钱要把它花出去，我才能有动力再继续出钱啊。我不花上去，您是不是觉得对用俩闺女其实心里挺亏欠的？您这是在拿钱赎罪呢吧？对2个女儿来讲嘛，我还是给钱，也给哈，每个月都给吗？还是他们有大事啊？大事的时候。什么是大事儿？您给了多少啊？后来也给他知道了，但是我没有跟他当初给钱，我没有跟他汇报他也是在这个生活这个期间天天闹。大女儿结婚的时候是我给58万这个二女儿结婚我给58万2个人都要平起平坐还有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出国之前读书，在上海先过3个月的语言关我把她送到国外去读书，这个钱都是我的钱。我当时真的很生气，他就背着我，你看200多万出去了我平时孩子去补个习跟他要钱，他还要嘱咐那个不必要花的钱就不要花了。也许他给儿子留的更多，你也想多了。他没告诉过我1分钱都没告诉过我。为什么不告诉妻子你们的财产有多少？不是我的意思呢，给他少烦点神，你告诉他南京话就是讲，告诉他也没有用因为他在这个经济方面呢，他没有什么方向我认为反正我是把儿子的什么东西全部准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然后现在什么的房子钱全部准备好了。他的呢？他的嘛也跟儿子在一起，我们连3个人还是属于一家人的同样的如此这个我们去年就是安葬是在9月份10月份就大葬了他就离家出走，把儿子也把他带跑的。我当然要带走了，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对我现在不带走儿子，我有什么来跟你再要求什么？你在这点做的有点过火怎么过火了？你想想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你这个钱上面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你做生意，我承认你是老板，你有本事。但是我们的感情还是有的。我们也就是打工的，但是你也不能不尊重我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夫妻，你应该尊重我，你应该跟我协商一下，告诉我，我们有什么家底子多少，我多少钱准备给大女儿补偿，二女儿补偿，我觉得可以的情况，我也不是不同意的。我这个人，我觉得我还是挺好说话的人。我怕你知道这些事情呢，也胡思乱想平常有人吵架有什么藕断丝连，都是你本来就藕断丝连，你想想看，你大女儿也好，二女儿也好，你都没少给，平时还要买点什么保健品送的去，我保健品我都没跟你计较了，对不对？你说，还给他什么父母买点，我是一点地位都没有。我现在就是觉得他最起码要尊重我。你心里有他吗？肯定有那你得尊重人家呀。就是为这个你还是不放心他是吧？钱的方面，他整天到晚叽里叨咕。不是，你是不是还是不放心他呀？肯定放心。那你跟他交个底儿嘛，回去。我不想给他知道，知道以后他们就南京把他胡思乱想，对不对？算了，我就不给他知道。好，那你不给他知道，他不是更胡思乱想吗？所以说呢，我就现在呢，我呢也跟他讲了，还是早点回来，我们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好。解决好以后，我们呢还是好好的生活。离家出走了是吧？我不离家不行到现在他也没交底儿他也没跟我说你留给孩子多少，留给我多少，孩子读书什么都是我管得多。他都是在外面做生意，我就像个乞讨者一样的，每次都跟你要点钱，对不对？你3万5万10万不是要？你什么时候给过我10万的？你没要。我没要，是你从来都是每次跟你要钱，你就说你省着点你不要乱花，你总是讲这样的话。你们在一起生活，生活费怎么办呀？谁出啊？生活费我一般都会跟他要，1个月给我个5000还是6000，因为我们南京5000块钱，我带着孩子普通吃饭什么都基本上够了。他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他有时候不回来，他在外面开清吧，经常都在外面。因为我这个很忙。他很忙的，有时候也见不到他。我基本上都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有我的办公室，有我的卧室，我可以迟了，我就可以在这个卧室里面睡觉了。
他也不怎么着家，今天都晚上很晚才回来，都跟孩子聚的也很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我长着孩子，我说什么孩子就基本上听着妈的，就是这样的。儿子整个的成长好吗？还好，我基本上就是给他还是正面引导。其实怎么说呢？不管怎么说呢，他在外面呢，我还是比较放心的。就是他爸爸在外面，我还是因为他基本上以工作为主吧。我有时候因为也是跟我同事关系不错，都给我透露他一些行为。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孩子呢，确实父爱上面他还不完全够，因为他最多就是给钱，就是跟他聚在一起，确实少，不然我也带不走。我讲实在话，他知道他爸爸还不错，在外面挣钱给他用，对，但是他不会有太大的概念，就是觉得家庭的温暖，比如说我们一起在一起去旅游一下，或者在一起朋友聚餐一下，我们这种基本上没有，因为我父母那儿不接受我，我家里面亲戚基本上都断掉这种关系，他那边家里面亲戚，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不怎么聚，就难得他工作忙，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忙工作。他就在挣钱，他就是个机器。现在这儿子一走是害怕了，对吧？对，你怕什么呢？说心里话，儿子呢也小，对不对？19了，也19了吧？对呀，19了可不小了，现在大男孩了。现在在扬州这个读大学啊，当时给他带呢，我呢也放心，但是呢，没有父爱了，咱搞就没有父爱了啊，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打电话给儿子，我说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我说催妈妈还是早点回来吧。你现在等于是在扬州陪读还是怎么？你所谓的带他离家出走是怎么个意思？是这样的，孩子呢，后来就是在扬州上那个厨师学校，我就靠在那个学校附近就租了个房子。怎么闺女送出去留学，儿子在上厨师学校啊？我知道孩子学习成绩不大好，他自己喜欢这个，这就特别好。这个他倒是蛮满意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一直是带着他的，所以我就正好他爸爸。他知道他老爸其实还挺有钱的吗？他有点数，但是呢，他因为很隐瞒我们这个事儿，不然都不闹出这事儿来了。他隐瞒他的那些什么事儿，他只是觉得家里面反正够你们用的，你们要钱我这儿反正我跟他们财务讲一下，反正到时候你真的缺的，他讲大钱，你知道真的缺大钱，孩子比如说生个大病啊，你都不要烦神。我心里面想嘛，这个东西生病也花不了多少钱。最多不超过20-30万，我想嘛，家底最多100万不得了了，我也不会想到他会呼噜就送出去100万，所以后来又搞出了2个58万。这么跟您说几句吧，你先生其实脑子里面已经都规划好了，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把所有事情都规划好了。所谓精明的商人，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胡来的，所以他对孩子其实是有规划的。你要相信他，他不告诉你这些钱，他是害怕他的儿子因为知道有很多钱，或者知道了底之后，他的儿子会变。说的对吧？对的。所以咱们把儿子这件事儿就扔在一边了，回归到本质上。如果您把他认定为是您的妻子的话，您最好跟他交点底，好不好？好的。这个不要在节目上交底儿了，这么隐私的事儿，回家交底儿去。至于您就听听老师们的一些建议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老哥，离了婚的男人，不在于前妻有情感和经济上的往来，这是对再婚妻子最起码的尊重。你看，前妻的父母要买房子，一个电话你给80万；前妻要装修房子，一个电话你给20万，你还真称得上是中国好前夫。那么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教训。他所有的钱都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这么偷偷摸摸给前妻的钱，你不但有知情权，你还有所有权。你现在剑走偏锋，就是拿着儿子当筹码，对孩子公平吗？我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孩子，不要把孩子来当筹码，其他我无话可说。韩老师看似是拿着孩子的事情、儿子的事情
然后当筹码，跟钱有关系，说给前面的女儿们啊，跟前妻等等一系列的钱的问题，实际上你是在争夺儿子的这个所有权，你把孩子当成一个东西了。您呢生了一个东西，觉得我特自豪，哎呦，我继承了，我的生命得到延续了，我们家有儿子了。这边直接把儿子当做一个筹码，直接摁在这儿。我以前没把他当筹码，就是因为后来发生了这事儿以后，我实在生气。你是向着幸福的方向在奔跑吗？带着这个家庭，还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满足自己内心个人欲望的那条路在奔跑？啊，如果个人欲望就是深渊，如果真真正正把孩子、把对方、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公民先来看，独立的人格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才是向一个最基本的健康家庭的方向发展。谢谢韩老师，来，严老师。我觉得你来其实挺好的，你们两口子来挺好的。我相信可能在我们不熟知的某些领域，还有你们这样的存在。我觉得真是给这些妇女敲个警钟，有些妇女就是这样的，真的是愚昧。好像我给一个男人，所谓的有些钱的男人生了个儿子，我就此生衣食无忧，我也没有大的贪心，只要这个男人供我母子一生保暖就行了。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牵着儿子过下半生吗？能不能觉醒一下，知道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什么是自己的义务，什么是自己的责任？我觉得你都不清楚，直到有一天发现那个什么转账记录，你才发现，哎呀，原来他有这么多钱，我一点都不知晓，我就2万3万的要的还挺开心的。这位先生，我真是没有见过你这样不尊重女性的人。你如果再这样的不尊重女性，不尊重眼前人，我真怕你以后孤独终老。哎，他带着儿子走了，你还有什么？所以醒醒吧，好不好？好的，谢谢严老师，齐总。老先生，问你个问题哈，这3个女人，你有爱过哪一个吗？从目前来讲，肯定是爱我现在的老婆。没有，你没有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2个女儿和1个儿子，你有爱过谁吗？没有。你的内心是非常孤独寂寞的。你要真正爱你的孩子们，你得给陪伴，对不对？你要如果真正爱这些女人们，或者曾经爱过，你得掏心窝子吧，跟他们说心里话吧，有过吗？没有。你有相信过任何人吗？或者说，你有知道爱的滋味吗？没有。所以你的确很可气，同时也很可怜啊，因为您60啷当了，有过3次婚姻了，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体会到爱。你手里仅仅攥的是钱，你衡量他们也是用钱来衡量，你对他们所谓的爱也是用钱来表达的。你以为你给出去了20万、80万、58万，他们就能真正的爱你？不能。当他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婚姻的、自己的感情的，尤其是越成长、越能接触到真正的爱的时候，他们会恨，他们会远离你，你会很寂寞。儿子，你一定也是不了解的，因为你跟他相处时间就少。你生怕告诉他我有钱了，他会有其他想法。你以为你那点钱算什么呀？你以为人家知道了这点钱就会变得不务正业了吗？你把钱看得太重。你以为你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钱？是的，你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说你在生意场上是如鱼得水。但你生意做得太好，悲哀的是你的日子过得太差。身边有没有一个真正你信得过的人？身边有没有真正你觉得是爱的人？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的爱你？都没有，你太可怜。现在也许还不太晚，如果真真正正能爱好这个眼前人，亡羊补牢啊，可能还有点机会，在你有生之年，你能够知道爱的滋味，否则你是白过了一生，白活了。女生也一样，如果你爱这个男人的话，你会在乎他那个钱吗？其实你不太在乎，否则你10几年、20年你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他有这么多的钱。是的。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如果说这个人不爱你的话，你就不是为他钱，你也有了孩子，你可以独立的生活，走你的呀，因为你是主管，在他公司打工，
对不对？那他要付工资嘛，或者你有这个技能，你可以出去谋一份生活。我觉得你跟儿子一样过得会很好，因为你不靠他，是不是？我现在就不靠他了。对呀、我现在就自己谋职啊。对呀、离开他，你看看他会怎么样？是的。他只有怕了，他只有知道自己错了，才真正的改，真正的去爱上一个人，就这样。谢谢四位老师。我相信今天大哥会有很多的感触的，因为今天你们的视野应该会更大，夫妻之间坦诚相见，好好的聊一次。指望儿子给您养老送终啊，别指望了。以后您在榻前能够帮您的，我看还是这位女士，您现在的妻子，您心理上的妻子。因为说来说去，我看在这个世界上，对您是真有感情的，就是她。您别再把这点真情给人磨没了。你们好好的交一次心吧，时间很短，只有1分钟。说出自己的核心诉求，要什么说清楚。愿意给，出来；不愿意给，就在门后走开。一起进入真情60秒。这个小梅啊，我们呢这次通过这个电台调解这些矛盾呢，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呢都知道了。以后我的这个家里面要用钱啊，用大钱啊，我要跟你商量，啊，等回去以后把家里面的数目的钱我全部都告诉你讲。还有我带儿子最近一个大事我没告诉你讲，我带儿子又买了一套大房子。我还是希望你把身体搞好。知道。然后呢，我说实在话，你年龄也大了，你也不能老做机器，家庭温暖还是要有的，多跟孩子在一起。好的。我们像一家人一样的，不要把我们排斥在外面。好的。行了，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开门。我是还真指望他们能全部出来。你看，好，哎，能出来就好。没问题嘛。来，这边。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我们以后回到家还要好好的过日子，啊，好了，你放心，啊，这个我永远会爱你的。来，请亮灯，谢谢2位啊，请回。谢谢。